今天这个是白羊座的一个机箱，再加 i3 8100，再加一个华擎的主板 Z370 Pro 4，然后组成了一个8盘位 NAS。这个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机箱，这个机箱呢好像是氧化铝材质吧，氧化铝的一个表面处理工艺，然后一个铝材质。 质感目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一个银色色调，摸起来质感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它前面板的话用的是一个磁吸面板，磁力也没有很强，也没有很弱。它的一个磁吸，它其实是通过一个能不能看清啊？这里它是用双面胶，它这里是用双面胶胶在这个，因为这是铝嘛，胶在这个上面的，粘在这个上面的。但是能实现功能，一般你也不会看到这个里面来啊，你不拆你不装，你也不会看到这个里面来。当然每个人都会拆装。 一般用的时候你也不会看到里面来，所以就还行，这样盖上去。然后这里呢是它的一个开关面板、开关按钮，它前面一个是 USB 3.0口，一个是 Type C 口，这是它的一个前面板。然后拆开它前面板里面看呢，它这里就是它的一个8盘位了，这里4个盘位，这里4个盘位，它不像那些其他机箱啊，比如说什么极空间呐、群晖啊、绿岩呐、微联通啊这些品牌机一样，它没有硬盘支架。可能第一个就是一个成本会比较低一点，因为你硬盘支架的费用很高。第二个点呢，就在于它这个硬盘没有支架，它就没有外面那一层东西去裹住它，所以它对散热来讲会好那么一点，或者说会好很多吧。这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。它后面是直接是2块大的背板，可以支持8块SATA硬盘。然后呢，背板是支持 SAS 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支持 SAS 硬盘，用 SAS 硬盘的话，你还要去挑一个，就是你的主板也支持 SAS。普通的家用主板的话，你可能就需要买智联卡去转接。这方面我还没了解过，但是我有这个想法。啊，上面是3个小风扇，然后这里风扇位都有。 这里是小风扇，然后这里是风扇位的，这个是上层主板的一个风扇啊。这里面还有一些配件我都没拆啊。然后这是它正面，然后呢这里是它的背面，背面大家可以看到，可能需要我搬起来啊。这里面的这个4个呢，就是SATA。 你直接把主板上的SATA线，然后接到它的背板后面的SATA线，它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2个呢，就是它的一个硬盘的一个供电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？这里2个就是它硬盘供电，一个大的4pin口。 用这个给大家指一下啊，因为现在用的是相机固定拍摄，这个太大了，不好搬来搬去哦。这个，还有这2个就是它一个给硬盘供电的一个4pin口，总共有4个，总共有4个。完了，那我的电源可能还买的不够，到时候要转接。这是一个这个情况，然后这是它一个 USB 3.0接在主板上的一个前面板，它应该是 Type C 跟 Type A 是共用的，反正有就行了。然后这是它的一个 PCIe 槽位，都是半高的，没那么高，半高，因为它上面比较小，下面装硬盘的位置才比较大，所以它控制尺寸也比较小。 然后这就是它一个结构，然后呢，它这里机箱的布局呢，就是上面是用来装主板，好，你可以看到这里，啊，下面呢就是用来装硬盘，它最高硬盘这里是8个3.5，这里还可以装8个2.5。接下来就是进行一个装机的一个部分，首先呢，你要把它上面这个顶盖给拆下来，然后现在就是在拆螺丝，你要摁着它拆啊，不然的话这边会翘起来，这个螺丝就下不来了。拆这边2个螺丝，用这个螺丝刀会好一点啊。 哦，它这个上面这一块就已经下来了啊，这边推啊，往这边推应该就出来了。哦，对，它这里有2个孔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。它这里是有2个线位孔啊，这里，它只是一个单纯线位的啊，所以要推了，把螺丝拆完之后要推拉一下就可以了。它里面也是这个工艺啊，摸起来还是非常温润。哦，这里就是它的一个超大的一个。 主板位置了，家里同学把电竞房的灯调到最亮，然后呢，把它的主板拿进来，这个就是主板了啊。好，现在把它的一个主板拿出来啊。这是这个 Z370，大还是真那么大啊？这是它的一个 CPU 啊 ，i3 8100，哦，这是它的散热 ，HP 400。 乔斯伯的 HP 400，然后这是 TT 的350瓦 SFX 的一个电源。先把机箱挪一边啊，要把主板、CPU 散热器，这个打，这个压下去，啊，这边就可以了。把这个散热器给拆出来，要对外啊，这样就对的。 好，我这边
上了之后呢，得涂硅脂啊，然后给它涂硅脂，好，给它涂了一个 S 型，然后叉型啊。记得啊，这个风扇的位置肯定是对着主板这个 CPU fan 的啊 ，CPU fan 在这里啊，一般都在主板的右上角啊，内存条的旁边，或者是内存条跟 CPU 的中间，对，是这样的啊，没错。继续未完成的大业啊！搞定了啊！然后我就把这个散热给 ，OK， 这边就搞定了。这个啊，铜柱要先顶上去。柠檬丝在这边。现在把主板对准这个挡板的口子，然后再拧螺丝上去。它这边是要有这个底座才能拧上去，不然的话就拧不上去。OK， 一个。装上了，这个也装上了。那接下来呢就是线呢，电源，它这里没有出口。OK。哦，它这个啊，这玩意儿，它从它的这里这个地方走进去了，这个孔，这有个孔，塞进去。我这个线没买好，我等下再去买一根，再加一个那个这个电源没有那么多口位啊。买2个那个 SATA 供电转那个大4 pin 的就可以。对，传过来之后。到这里了啊！好，到这里了啊！然后我们肯定是优先就攻这一个地方先啊。然后这里，没反吗？没反，好，然后这样的话，这个4 pin 就接上了啊。然后就是这8 pin 啊，8 pin 线，8根那个SATA线啊。然后就是把主板上这个全部接上啊。这里分了8根的，这里有个 P1、P2、P3、P4，这里有标签的，大家跟着这个标签走，就不会乱啊。还有那个，目前的话就只能这样了。对，只能从这个地方下了，只能从这个地方下。OK， 从这边走线过来之后呢，这样走线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走线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等下绑起来，不然的话它等下打线了。1、2、3、4，那就一根一根装上去呗。SATA 还有这半边的供电那些都装好了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
装一根内存条，一般是装24啊。按下去听到咔嗒一声，然后这边就好了啊。这个主板这里是3根，这个 PCIe 16，这个也是16的啊，3.0×16，这个也是。这里的话，20×8，然后这是3个乘1，啊，这里一个 M2的 WiFi， 然后这里有一个 Ultra M2， 应该是直连那个 CPU 的啊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CPU fan，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那些，所以说这一板大板还是屌啊，大板还是屌。然后再装一个系统盘啊。好，哎呀，真优秀啊！反正这玩意儿就这样啊，我就直接给它插上去了啊。这个是开机跳线啊，这个是USB 3.0跟那个 Type C 共用的那根线，插到那个3.0的口就可以了。这里啊，一般是有个豁口啊，豁口对准豁口就可以了。好，插上去，跟着它开机跳线走。OK， 我硬盘指示灯 ，Power Switch。Power Switch 是开机啊，这不管正负的啊。开机键是接在这里啊。然后硬盘的啊没有了，就这2个啊，就这2个。开始接风扇了。其实以前就是风扇螺丝贼难拧，因为它感觉是为了固定，然后它贼大，然后摩擦力贼大。好，究竟是什么让一个180斤的男子战神拧啊？啊，这3个螺丝装完了。哎呦喂！然后还有2个大的那个机箱的风扇啊，我要找一下它被我放哪里去了。然后呢，刚刚没有开那个录像，在这里把这个几个 PCIe 的这个防尘网给弄上，因为暂时还没用上。到时候盘位多了起来，就把这些拆分啊，该拆分的拆分，开拓展，万兆网卡、1000兆网卡的该拓展，SATA 呀，或者说外接一些 SAS 啊，都行。然后这里还有2根 M2， 还有1根那个 M2 WiFi， 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。但是呢，现在暂时还没用上，到时候用的话，应该也会把这个 CPU 换掉，因为现在 CPU 是8100，因为8100比较经典，比较便宜嘛。先拿它用着先，后面如果要用它来跑 AIO 啊那些的话，再把它加上来，换成8600、i58600或者是9600吧，反正就换成这么一些。好，现在大概呢也都装完了，这个是底面，这个是磁吸面板，这个是正面。看了啊。那还是给大家看吧，反正拍视频嘛，最后都拧大力。它中间其实有一点凸起啊，它按道理在这里再做一个螺丝孔会好一点，因为你看这里能按下去，那这个机箱颜值还是不错的。装好了，在它的上面，然后呢，要装它侧面，它这里都是用来装那个的。要把这些线全部给先不管吧，因为到时候这里的线还是要那个的，要拓展的，要改的，所以说先不管，就这样，可以先不管，这个可以先不管，把它那个底面给装上，底面都不用。好，现在给它装底面，底面的话其实也一样啊，我不需要那个。其实它就是2个大锅盖，装的时候，因为它这里有个卡口的啊，这里有2个卡口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这里一个卡口，这里一个卡口，长的塞进去。
OK， 然后这么一台机器就装好了啊。然后就剩它的硬盘，硬盘的话，我打算先拿一块3T 的这个，看啊，这边就装紧了，就拧不上了啊。哎，也还行，所以还是要给这边稍微松一下啊。就这样啊，然后这就是这个机箱了，这样看起来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它提拿不是很方便，然后提拿不是很方便啊，然后它这个可以看到啊，这里这里应该是12毫米的12厘米风扇，2个12厘米的风扇。然后这里有散热口，然后这里呢也可以，其实 P3A 风扇也可以形成散热口。然后呢，全机身都是这种整个上面都是这种冲网格，所以说它这个主板这边散热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还有这个后边都是，这里都是，然后这里三个5厘米的风扇，然后这里是没有硬盘笼的一个设计。这样的话，虽然说在拆装的时候会麻烦一点，但是它这里间隙会变大，然后封闭性会减小，然后通过这个磁吸的一个网格面板，它是可以从这边透出来的，所以它的散热应该是问题不大的。给大家讲一下它这个3.5寸的硬盘是怎么安拆的啊？首先呢，你这里有一个橡胶条的橡胶垫片，把橡胶垫片4个橡胶垫片都放进去，然后再拧上它的那个螺丝，它的配件包里面，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它的导轨卡在这里的。然后呢，这是它的一个铝的铁的提手，铁的提手呢就是在这样的方向，这里你把它这样倒过来，然后再把铁片这里对准这里，然后再用2个螺丝给它固定住就可以了。然后刚刚安装好的这4个，你再对准它的导轨，这样推进去，然后推到底的时候，它要卡进去，你再用力就好了。